正因为如此，才要赶紧抓住那个贼人。忠永侯府所剩无几的银钱，全都被那个小贼给偷走了。陛下，你可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谁知道皇帝根本没理他，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昭昭。来，快过来，到黄伯伯这里来。他试了很多方法，就是听不懂那大白猫说话。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次他抱着昭昭，所以这次他才会着急忙慌地让海公公将他喊过来。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人，他就不信他还听不懂大白猫说话。昭昭看了眼裴荣景，见对方点头，才屁颠屁颠跑过去。黄伯伯，哎，昭昭啊，你瞌睡不瞌睡啊？快到朕的龙椅上睡一觉。昭昭很想说自己不瞌睡，他在回京的马车上已经睡过了，可是对上皇帝期待的小眼神儿，他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那周周再睡一会儿。对，睡一会儿。裴景帝顿时喜笑颜开，抱起昭昭放在了龙椅上。裴景帝刚用手拍了拍昭昭的后背，下一秒，一道不属于任何朝臣的声音忽然在大殿里响起。哎呦，这老逼灯还好意思告状？那些不都是他贪污的赈灾款？我还记得他还有个账本，专门记载赈灾款的。要是皇帝能把他找到，不得给他治个贪污大罪啊！贪污赈灾款，莫非是3年前江南雨患丢失的那些钱财？裴景帝的目光快速地在大殿之中搜索，果然在金銮殿的角落里发现了2只小老鼠。那账本是不是就藏在这老逼灯书案下的地板中？是啊是啊，上次偷金子的时候我还瞧见了呢。光有账本有什么用？那些金子早就被小丫头让叔叔们转移走了。嘿嘿，你别说，我也参加了那次偷金子的活动，真刺激啊！我也去了，我一口气抱走他2个金元宝，还因为太重差点掉进护城河。所谓现在那些金元宝是在摄政王府，那个所谓的盗贼就是京城里的小老鼠。陛下呀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老臣的家底都被偷完了。哎呀，这让老臣一家人可怎么活呀？那不知忠永侯希望朕怎么做呀？忠永侯一怔，怎么感觉陛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阴恻恻的？是他的错觉吗？陛下，老臣希望大理寺能尽快捉住那个盗贼，并将他交由老臣处置。裴景帝扫视了眼底下的臣子，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大理寺卿身上。沈清，你即刻命人去查看一番现场，看看有何蛛丝马迹，立刻回来禀报给朕。他说完，朝海公公招了招手，在他耳旁说了句什么，又吩咐了句：海公公，随沈清走一趟忠永侯府吧。这怎么行啊？万一大理寺的人发现了不该发现的怎么办呢？尤其是那个账本，爱卿不是想要尽快的抓住凶手吗？不查看案发现场，怎么找出线索？可是行了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沈清你们速去速回。是，陛下，臣这就去。大理寺卿立即领命，带着海公公离开。裴景帝目视着大理寺卿离开，这才将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忠永侯身上。果然瞧见他心虚地擦着汗。摄政王忽然跨步出列：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不知道摄政王有何事要奏？陛下，昨日扶风寨的土匪被人收买，将本王的女儿抓绑到了扶风寨。臣在今日寅时才将她从土匪手中救出。扶风寨的大当家林黑豹被当场伏诛。臣还在扶风寨发现了不少被拐卖残害的妇孺，现在已经安置妥当。另外，臣还在寨子中发现了部分3年前被盗走的江南赈灾款。他的话音刚落下，文武百官顿时哗然。果真是扶风寨的盗走了赈灾款。这群畜生，他们知不知道这样害死了多少百姓啊？摄政王命得好，扶风寨这个毒瘤早就该除了。忠永侯顿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，怎么感觉这是冲他来的？忠永侯，你可知这背后收买扶风寨让他们绑走昭昭的是何人？摄政王，这话是何意啊？裴荣景冷笑一声，掏出一块荷包，直接丢在了忠永侯面前。侯爷不如先看看这块荷包，这是从土匪身上搜到的，
这是幻云纱，因价格昂贵，鲜有人买。不巧的是，世子夫人上个月刚从针织坊买走了一匹幻云纱。钟永侯闻言捡起来绣着彩云的荷包，他仔细地查看了番，并未在上面发现什么标记，这才缓缓松了口气。摄政王这话说的不对，幻云纱虽然贵，但也不是没有人买，你怎么就断定这荷包就是老臣儿媳的？那是因为针织坊上个月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所有的幻云纱都被烧了，而他们只救下了一匹，就是世子夫人买走的那匹。那以前他们就没有卖出去过吗？裴荣景淡笑不语。江慈州忽然站了出来，瞥了眼钟永侯手中的荷包，冲皇帝行了一礼。禀陛下，侯爷手中的幻云纱乃是针织坊上个月刚出的新品，上面有专属的彩霞色的纹路。给朕呈上来瞧瞧。小太监闻言连忙跑了过去，去接钟永侯手中的荷包。钟永侯捏荷包的手一紧，不愿意放手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瞧见了那所谓的彩霞色的纹路。难道幕后之人真的是温一欢？真是个蠢货，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，还让人家告到了陛下这里。侯爷，钟永侯这才讪讪地松开手，小太监恭敬地举着荷包来到了裴景帝面前。裴景帝淡淡地扫视了眼荷包，顿时气场一沉。钟永侯，你现在还有何解释？钟永侯被吼得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跪下。陛下，老臣真的不知情啊，老臣也不知道那土匪身上怎么会有老臣儿媳的荷包啊，定是那土匪偷了去啊。哦，那土匪为何会独独偷他的荷包啊？不偷别人的？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奸情？此话一出，百官们齐齐虎躯一震。老天爷呀，这是他们能听的吗？这裴家的人是不是都遗传毒舌？上次裴彦白骂得够狠了，这次皇帝老儿直接给人家坐实啊！这下钟永侯难做了，承认吧，那不就是承认他儿子被人戴绿帽子？不承认，不就是他儿媳妇收买土匪绑架郡主？无论选哪个，都有他受的。陛下，既然钟永侯不知情，陛下不如命人将世子夫人带到殿前询问一番。不知道老夫哪里得罪了少卿大人，竟让少卿大人如此咬着不放啊！侯爷这话说的，下官怎么听不懂？如今证据摆在眼前，难道不应该传唤当事人吗？还是说绑架小郡主的事，侯爷觉得可以轻轻接过？钟永侯懵了，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目光疯狂地朝温国公使眼色。该死的呀，那不是他的女儿吗？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温国公冲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这才走出行列。陛下，老臣觉得少卿大人说的是，的确应该传唤世子夫人。我来问话，这温国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连裴荣景和江慈州都正愣住。哎，这老东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温一欢的父亲吗？怎么不帮着自己女儿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有诈。不行，叔叔，我要出去打听一下。哎，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皇帝却眯着眼睛盯着温国公。那便依着温国公的，来人去传唤世子夫人，即刻进宫。他也想看看温国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在等待大理寺卿和世子夫人的同时，百官们也没闲着，继续上奏。管理西河县的冯大人率先走出了队。陛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准奏，回陛下，西河县最近接二连三的有人家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，微臣觉得此事十分蹊跷，但却查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恳请陛下能将此案情交由大理寺勘察。裴荣景神色微动，想到了什么。他们是从何时发病的？至今有多少人得了此怪症？之前的白苑正的小孙子就是因为得了软骨症才被温贵妃要挟，但是昭昭替他看过后发现他根本不是得病，而是因为他随身携带的平安符乃是巫蛊之术。回摄政王，约莫从上个月开始至今已有15起，下官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，可是这病症古怪就古怪在患病者都是5、6岁左右的孩童，而且还都是近3个月内去护国寺的求过平安符的。果然如此，与燕白说的一致。裴荣景面色凝重了许多。护国寺有无尘方丈坐镇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？这时有2只蜜蜂结伴飞了进来，一进来就听到了冯大人的话。呀，终有人发现了吗？护国寺里藏着的秘密。发现又怎么样？那可是护国寺，谁敢去轻易调查护国寺啊？哎，就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们。
哎呀，走了，这金銮殿又没有花蜜，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飞过来。我听其他动物朋友说，这小郡主能听懂我们说话，我这不是好奇过来瞧瞧吗？小郡主就是那个睡在龙椅上的。她怎么睡着了？真可惜，我们下次再来找她玩吧。2只小蜜蜂转了一圈，又飞走了。裴景帝却怔愣在原地，这还真跟护国寺有关啊！可是护国寺的无尘大师可是他爹的师傅啊，想必这件事无尘大师也不知情。焦爱卿，既然冯爱卿已经提出来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由你来调查清楚。微臣遵旨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大理寺卿终于带着海公公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神色慌张的温义欢。臣妇参见陛下。平身吧，沈爱卿，你可查到了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微臣并未发现有什么歹人留下的痕迹，但是微臣在钟永侯的地库中发现了大量的老鼠毛，微臣猜想，或许这银钱丢失和老鼠有关。沈大人，你是想说是老鼠偷走了本侯的银钱吗？下官并未这么说。陛下，老奴有事启奏，说。海公公小心地瞥了眼钟永侯，这才颤巍巍从袖子中抽出一个账本。钟永侯也发现了他手中的账本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这阉人是怎么发现我的账本的？我可是藏在了地板下，那么隐秘的地方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陛下，这是老奴在钟永侯的书房中发现的账本，上面记载着被盗官银的去向。老奴斗胆对了下数目，竟与3年前丢失的赈灾款吻合，还请陛下过目。现场再次哗然。海公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3年前的赈灾款丢失案与钟永侯有关？微臣记得3年前负责押运赈灾款的人好像是上一位的员外郎，因为官银丢失被陛下贬去了岭南。那员外郎不就是钟永侯的亲侄子吗？钟永侯早已经汗流浃背，将账本给朕呈上来。海公公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即捧着账本递了上去。裴景帝快速地扫视了遍账本，脸色越来越沉。钟永侯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老臣是冤枉的呀，这东西老臣根本就没有见过呀。哼，冤枉！朕昨夜早已经收到了封密信，里面将你如何得到赈灾款、如何贪赃枉法的证据一一写了出来，还将你把账本藏在书房的地板中的事情也告诉了朕。否则，你以为朕为何会命海公公去找账本啊？钟永侯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老臣，密信究竟是谁出卖了我呀？难怪他找皇帝哭诉丢了钱财时，他能那么痛快的答应，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。陛下，老臣真的是冤枉啊，还请陛下明察呀，否则老臣宁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钟永侯，你当真以为朕只有这些证据吗？昨夜那些丢失的黄金是朕给你留的最后颜面，若你今日没有来找朕告状，朕兴许还能当作不知道。钟永侯，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什么叫杀人诛心？这就叫杀人诛心。明明他也是才刚知道，但是他就要冠冕堂皇的装一波，既让百官们知道他的仁慈，又让百官们见识到他的手段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啊！我真不愧是一代明君呐！什么？钟永侯跌坐在地，猛地抬起头。昨夜的黄金竟然是陛下的人运走的吗？陛下竟然有如此能耐，这当真是我看着长大的陛下吗？竟然如此恐怖如斯！望着钟永侯震惊不已的眼神，裴景帝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声。黄金是小老鼠运走的，自然和昭昭脱不了干系。如今他直接将黄金丢失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，既让众人没有心思查下去，也能震慑朝纲。来人，即刻查封钟永侯府，全族上下尽数押入刑部大牢，待查出所有涉事官员，再一并处置。钟永侯直接吓得气血上涌，猛地喷出一口血。陛下，还请您念在老臣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饶过钟永侯府吧。温义欢终于回过神儿，瞳孔中满是恐惧和震惊。公爹他竟然敢贪污赈灾款，还被陛下给查出来了，那钟永侯府岂不是要完蛋了？不，绝不能让钟永侯府完蛋！
他扑通跟着跪在地上，跪着移动到钟永侯身侧。陛下，我公爹一定是有苦衷的，他绝不是贪污赈灾款的人呢。放肆！苦衷是何种天大的苦衷，能让他放任上万人的性命不顾，将所有赈灾款贪污？你当朕是眼瞎还是昏君呢？像他这样的草菅人命、罔顾百姓死活的人，朕就应该赐他斩立决。温义欢的脸瞬间白了，哆嗦的一句话都不敢再说。儿子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蠢货呀？跟钟永侯一队的人开始纷纷站出来求情。此事已定，若是有人再敢求情，一律按同谋处置。刚才还呼声高涨的众人顿时偃旗息鼓。温义欢，你买通山匪绑架小郡主，如今证据确凿，理应处死。来人，将他给朕拉出去杖毙。温义欢猛地抬头，陛下，臣妇是冤枉的，臣妇没有买通山匪害小郡主啊，陛下。御林军已经将他往外拖，温国公有些站不住了，焦急的目光不断往殿外看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眼看着温义欢即将被拖出大殿执行杖毙，殿门口忽然走进来一道淡黄色身影。陛下，温义欢不能死。裴景帝瞧见来人，神色恍惚。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吃完瓜的两只小老鼠悄咪咪地跑进了殿中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先帝怎么对他这么恭敬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大圣朝唯一的长公主，皇帝的亲姐姐，就是那个大圣朝刚刚成立，为了稳固北戎，自愿前往和亲的永宁公主，可不就是她？她在北戎受尽了屈辱，大圣朝刚一稳固，皇帝就亲自带兵将她从北戎接了回来。要不是她呀，大圣那3年可没有喘气儿的机会。难怪皇帝对她那么尊敬，可他现在来青鸾殿干什么呀？还有，他看向温义欢的眼神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再看看。永宁长公主也不拖大，恭敬地走到裴景帝跟前，施了一礼。陛下，永宁此次前来有事求陛下。何事啊？请劳烦皇姐亲自前来。永安公主的视线从裴景帝脸上移开，最后落在温义欢的脸上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她连忙走上去，推开抓着她的御林军。像，真像，和娘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永安长公主的话音刚落，现场瞬间哗然。温义欢更是怔愣地望着永宁长公主，她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这是真的吗？礼部尚书颤巍巍上前询问道：长公主这话是何意啊？这温义欢不是温国公的女儿吗？怎么会和公主像呢？难不成是长公主和温国公？温国公闻言顿时虎躯一震。尚书大人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义欢是老臣的养女，并非老臣的亲生女儿。他也是前日无意间瞧见了长公主年轻时的画像，顿时觉得和义欢像极了，这才多方打听，竟还真让他探查到了一点线索。长公主在远嫁北戎之时有过一个情郎，温义欢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永宁心疼地望着温义欢，你叫温义欢，真是个好名字。是，我叫温义欢。长公主，我真的是你女儿吗？不会有假，除了你的长相和我很像之外，你的左肩上是不是还有一处暗红色的蝴蝶胎记？蝴蝶胎记？温义欢的心中倏地一沉，他的左肩才没有什么蝴蝶胎记，有蝴蝶胎记的是温时宜那个。不过他虽然没有蝴蝶胎记，但是他却有一个和蝴蝶胎记相似的疤痕，否则当初温父又怎么会将他和温时宜那个报错？听到蝴蝶胎记的裴荣景倏地抬起头。蝴蝶胎记？他隐约记得当初被他强迫的女子左肩上也有个蝴蝶胎记，那个人难不成是温义欢？不是，他记得那个女人的左肩蝴蝶印记更像是画上去的，因为她的蝴蝶印记颜色太过艳丽，所以那人不可能会是温义欢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何会给自己左肩画上蝴蝶印记？温义欢假装惊讶地看向永宁长公主。您怎么会知道？我让人在你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眼，你别怪娘也是想要确定清楚才好来找你。义欢不怪娘，若非您今日出现，义欢早已经被杖毙了。永宁长公主闻言，眼底闪过一丝温怒。陛下，不知义欢犯了何事，你竟然要将他杖毙？他买通了山匪，意图绑架昭昭，朕才要杖毙他。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？我刚准备将温义欢杖毙，皇姐就上来认亲了。昭昭，她是何人？竟让陛下如此大动干戈？昭昭她是本王的女儿。
永宁长公主倏然一惊，看向裴荣景。皇姐怎么不曾听闻？你何时多了个女儿？皇姐久居公主府，自然不曾听闻。永宁长公主刚想说什么，就被温奕欢抓住袖子，凑到耳边悄悄说起话来。娘，昭昭并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捡来的。她简单的将昭昭的身世讲了出来，顺便还不忘抹黑温时宜。温时宜呀，温时宜，还好你自杀了，否则这长公主亲生女儿的身份可就不是她的了。只是温时宜不是温国公的亲女儿吗？又怎么会是永宁长公主的女儿？完了，全乱了！温奕欢才不是，叽，全乱了？什么全乱了？说呀，你们倒是继续说呀。温奕欢才不是什么。结果皇帝心急如焚，小老鼠却一句都不说了，气得皇帝恨不得现在就将小老鼠抓起来严刑拷打。摄政王，你为何断定奕欢就是收买土匪的幕后凶手？皇姐不如先问他自己。裴荣景冷着脸，竟然丝毫不给他面子。裴景帝赶紧为难的解释：皇姐，证据确凿，你就别袒护着他了，证据现在就在钟永侯的手里握着呢。永宁公主这才注意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的钟永侯。钟永侯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要跪在地上？难怪温国公那个老匹夫稳如泰山呐，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啊！启禀公主，是老臣糊涂，贪污了赈灾款。长公主闻言眉头皱了皱，温奕欢紧张地抓住她的袖子：娘，我现在已经嫁给了钟永侯府的世子，眼下已经育有2儿1女。言外之意，她现在已经是钟永侯府的人了。钟永侯府她不能袖手旁观。长公主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为难地转向裴景帝：陛下，钟永侯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皇姐，你是打算连同钟永侯府一起求情吗？陛下，永宁从未求过什么，还请陛下能够全了永宁这一次。皇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温奕欢是你的女儿，你替她求情无可厚非，可钟永侯草菅人命，贪污赈灾款项，你让朕放过他，那全天下的百姓，朕又该如何交代？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永宁长公主说如此重的话。永宁长公主为了大圣付出太多，还在北戎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再也无法孕育子嗣，她自然会念在温奕欢是她唯一的孩子份上，饶他一死。可是钟永侯，他岂能轻易放过？陛下，钟永侯这件事情，皇姐莫要再提。钟永侯顿时面如死灰，皇帝这是真的打算置他于死地啊！娘，别说话。永宁不让他开口，转而看向身后的百官们。钟永侯乃是我大圣的开国大臣，也是跟随先皇打江山的人。陛下若是轻易处置了钟永侯，岂不是寒了老臣们的心呢？永宁再次转向裴景帝：陛下，永宁记得先皇曾经赐予钟永侯一块免死金牌，就是怕他们一时糊涂走上歧路，这才给了当初的开国功臣们。若是钟永侯将他交出来，陛下可否放过他们？丹青铁券。钟永侯终于反应过来，陛下这是想要丹青铁券啊！可是丹青铁券是万万不能交出去的。淮南王和温国公也坐不住了，纷纷站出来。既然钟永侯已经认罪，还请陛下按照律法惩处他，贪赃枉法，绝对不能姑息。你们。永宁长公主傻眼了，就连温奕欢都忍不住看向了温国公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你闭嘴，别说话。他爹是不是疯了？陛下，老臣愿意认罪，还请陛下快些让人将老臣押下去吧。钟永侯竟然有点不怕死了。废话，只要他的丹青铁券在，皇帝就没办法大动他们全族分毫。就算他贪赃枉法，最多也只会削除爵位，根本不会丢了性命。可是他一旦将丹青铁券交出去，下一步就是他们全族老小的命。不光钟永侯知道这一点，就连淮南王和温国公此时也十分忐忑。一旦钟永侯开了上缴丹青铁券的口子，那距离他们上缴还远吗？裴景帝的脸都黑了，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。他不由得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裴荣景，后者微微笑了下，森冷的寒意转向钟永侯。按照律法，温奕欢刺杀皇室郡主，理应诛9族；钟永侯贪赃枉法，罪上加罪，所以陛下直接全部拉出去斩
了吧？裴景帝有点想笑，不行，要憋住。和这永宁长公主求了半天，不仅没有用，还直接要诛九族了。不行，皇姐不必担忧，诛九族不包括皇姐，毕竟她究竟是不是你的女儿还不一定。更何况她从小不在您的身边长大，即便是犯了什么事，也算不到皇姐的头上。诛九族就不带上皇姐了。永宁长公主直接要裂开了，她在说什么？温国公顿时额头直冒冷汗，这咋还冲着他来了？诛九族，算他吗？摄政王，你简直是在胡搅蛮缠！温奕欢吓得脸都白了。不愧是小丫头她爹，好腹黑。就是，这下子钟永侯不得求着交出丹青铁券了。本来还想利用丹青铁券苟一苟，现在直接让你斩立决，就问你爽不爽？温奕欢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神死死地瞪了眼龙椅上的昭昭，恨得牙痒痒。我没有，她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我长姐温时宜和外男私通生下的。此话一出，现场再次陷入死一般寂静。温奕欢，你给我闭嘴！他是不是疯了？这个时候将昭昭的身世捅出来，陛下就会放过他了？也不看看摄政王现在的眼神，就算陛下放过他们，摄政王也不会愿意。爹，女儿说错了什么吗？难道昭昭不是长姐的女儿吗？长姐虽然现在死了，但是昭昭就是她生下来的血脉呀！她冒充摄政王的女儿，本就是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。温国公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陛下，既然昭昭并非皇室成员，奕欢就不算刺杀皇室郡主，那她不算犯了死罪吧？昭昭不是荣景的女儿，不是她的女儿会和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温奕欢没见过荣景小时候的模样，难道皇姐也没见过？皇姐，昭昭就是荣景的女儿。这不可能，她明明就是温时宜和外男私通所生。哼，怎么温时宜就不能是和摄政王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藏在温时宜床底下偷看了？文武百官宛犹如雷劈，齐刷刷震惊地看向温奕欢。我裴景帝还不解气地狠狠瞪了裴荣景一眼，都怪他这个皇帝，若不是他一直发现不了那个姑娘就是温时宜，又怎么害得那姑娘平白遭这么多罪，现在还死了，昭昭没有了娘亲，都是他的错。裴荣景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难道当初那个女子就是温时宜，所以他左肩画蝴蝶胎记，是因为要回温家？不对，裴荣景还是觉得这之间有些迷雾没有揭开。先不说当时他中药的时候，温时宜还远在江南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京城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肩上的蝴蝶胎记是假的，他为何要在左肩画一只蝴蝶？裴荣景感觉他的眼前好像被层层白纱遮住了，根本看不清楚真相。陛下，还是快将人拉下去斩立决吧。温奕欢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钟永侯没想到摄政王竟然来真的，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陛下，老臣，钟永侯，不是朕不愿意放过你们，实在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若是朕此次不能够按照国法办事，以后还有多少人将皇权放在眼里呢？所以来人，将钟永侯和世子夫人。钟永侯砰的一声磕在地上。陛下，老臣愿意将丹青铁券上缴，还请陛下看在老臣替先帝打江山的份上，饶过老臣这一次吧。裴景帝黑着脸偷偷瞪了他一眼。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吓死朕了，还以为他现在要造反了呢。他不由得看向了龙椅上的昭昭。小家伙睡得真香啊，这么大声都没有吵醒他。百官们也开始纷纷求情。裴景帝假装沉吟了片刻，这才缓缓道：既然如此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钟永侯即日起没收军权，罢免常胜将军之位，回府闭门思过半年，无朕之意不得擅出。且与和温奕欢各领3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就在宫门口行刑，让文武百官都看着。永宁长公主还想求情，被身后的嬷嬷拦住。公主，切莫再开口了，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惩罚温小姐，您即便再求情也无济于事啊，倒不如想法子让行刑的太监手下留情一些，温小姐也好少遭一些罪。永宁长公主闻言，不由得看了眼上座的裴景帝。皇帝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睡在龙椅上，还如此宠溺。下朝后，文武百官都跟着去看行刑了，只有裴荣景跟着裴景帝回了御书房。琪琪，这小丫头今日是不是睡得太沉了？
对呀，刚才那么大的动静，他怎么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？他爹怎么还没有发现小家伙情况啊？小老鼠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裴景帝看向裴荣景，你过来瞧瞧昭昭，这丫头怎么还没睡醒啊？裴荣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匆忙的走上前，将昭昭从裴景帝怀中接过来。昭昭，快醒醒，跟爹爹回家了。昭昭纹丝不动，一丝睡醒的意思都没有。裴荣景伸出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没有发烧，难道是太累了？昭昭，昭昭。裴荣景的面色陡然一沉，昭昭的情况很不正常。皇兄，快传御医。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闻言就立马跑了出去。另一边，昭昭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四周雾蒙蒙的，偶尔有水滴滴答的声音传来。他慢吞吞地往前走了几步，试探地问道：有人吗？请问这是哪里？他的声音空灵地在四周回荡，半天都没有一点回响。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真的没有人出来说话吗？昭昭摩挲着前行，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身体不由自主地下落，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砸在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正好与一只巨大的龙猫对视上。哎，你好，你也是掉进这里的吗？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迷路了。龙猫扭动了下脑袋，忍不住鼓动了下肚皮，将昭昭颠得东倒西歪。好玩。别点昭昭了，昭昭快吐了。大龙猫闻言终于停了下来。你没事吧？昭昭好多了。咦，是个人类在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妈妈，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想回家。回家的路不知道，我从出生就在这里了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生灵。昭昭想回家，昭昭不要留在这里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昭昭想吃醉仙楼的水晶虾饺，还有爹爹买的糯米鸡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能听懂龙龙说话？你是叫龙龙吗？我叫昭昭。龙龙，你肯定知道出去的路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昭昭好不好？大龙猫歪着头看着他，颇具人性化的脸上闪过纠结。昭昭一瞧他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他肯定有办法。昭昭的爹爹还在家等着昭昭回去呢。昭昭消失了这么久，他们肯定会很着急的。龙龙，昭昭求求你了。小崽子好可爱，好想揉揉。知道喵，不过那里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陪着龙龙喵，不要出去了好不好？不好，昭昭想爹爹了，还有粉桃姐姐他们，还有皓月，还有三哥他们。昭昭有好多的家人在等昭昭回去呢。那你能带着龙龙一起走吗？龙龙有好多的宝物，都给你。说着，大龙猫猛地张开大嘴，无数的金银珠宝从他的口中吐出来。吐着，竟然还吐出了2只黑衣人的尸体。昭昭吓了一跳，龙龙，你怎么还吃了人啊？人？他们是人？那昭昭也是人吗？昭昭是人类啊，他们也是人类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掉这么多东西？怎么什么都有啊？除了那2具尸体，他吐出来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，竟然还有各种药材，甚至连绿豆糕、包子、烧鸡、烧酒都有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这么多人类的东西啊？你不是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吗？从我醒来后就不断有东西掉进来，掉什么龙龙就吃什么。龙龙好可怜啊！不行，昭昭一定要带龙龙一起出去，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掉什么东西进来了呢。万一龙龙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龙龙你放心，昭昭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大龙猫终于抱着昭昭走到了一处悬崖处，他指了指下面漆黑不见底的深渊。龙龙以前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。龙龙曾经好奇的想要看看那边都有什么，可是还没靠近就被弹回来了。龙龙出不去啊！小崽子，你真的要从这里回家吗？这里很危险的。大龙猫眼睛里满是担忧，他没说他被弹回来后还受伤了。小崽子这么弱小，真的不会死吗？昭昭有些胆怯地看了眼深渊，这就是出去的路口吗？这也太黑了吧！小崽子，要不你就留下来吧。可是爹爹还在等着昭昭呢，昭昭必须回去。娘亲说过，如果特别害怕，就把眼睛闭上。有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说不定这黑漆漆的深渊也不是深渊呢。昭昭胡思乱想地安慰着自己，从他的手臂上滑了下去。小崽子，你说要带龙龙出去的？
那龙龙，你跟着我吧。龙猫大眼睛亮起了小星星，它巨大的爪子忽然在自己眉心一点，一缕银白色的光晕从它额间飞出，缓缓融入昭昭眉心。龙龙，你刚才给昭昭的是什么？龙龙也不知道，就好像龙龙应该这么做。小崽崽，我好像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哦。你是不是在想回去后一定要去厨房把前天没吃到嘴的酱肘子偷出来？龙龙，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！龙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刚才，他突然就能读懂小崽崽的心声了。昭昭瞬间就乐了，龙龙也太厉害了，他能听懂自己的心声，是不是也能听懂别人的？那岂不是谁对昭昭有坏心思，龙龙都能知道？哈哈哈！看以后还有谁敢欺负昭昭？昭昭一定在他们还没动手前，先将他们喂杀在摇篮里。先去拔光他们的胡子，再去剃掉他们的头发，再把张寡妇家的夜壶套他们头上。嘿嘿嘿！龙龙学着昭昭的语调，奶凶奶凶地叉着腰道。昭昭闻言，脸颊瞬间爆红。啊，龙龙，你不可以偷听昭昭的心声。昭昭，昭昭。啊，谁叫我啊？昭昭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喊他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身体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往悬崖底下拽。掉下去前，下意识抓住了龙龙的大爪子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昭昭，昭昭，快醒醒，是爹爹！裴荣景的声音透着焦急。这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没有醒？你不是说他身体没有问题吗？老臣真的没有发现小郡主的身体有何异样，兴许只是太累了，睡得有些沉。废物！昭昭若是有个好歹，朕一定砍了你的头！御医们一听这话，纷纷求饶。哎呀，昭昭啊，哀家的好昭昭，你快醒醒吧！昏迷中的昭昭听到吵闹声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下一秒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正面对着他抽泣的太后，乍然愣住了。昭昭，皇祖母啊！哎，他这是回来了。昭昭眼底闪过惊喜，不管不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听到动静的裴荣景和裴景帝骤然转身，再看到昭昭正坐在床上，惊喜地打量着四周。裴荣景急忙2步走到他身前，吓死爹爹了！你刚才是怎么了？爹爹怎么喊你，你都不醒。昭昭刚想开口说梦中的事情，忽然瞧见对面的空地上站着一只巨大的龙猫。阳乐，你真的出来啦！大龙猫冲他呆萌的点点头。昭昭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昭昭抬起手指了指大龙猫。弟弟，昭昭在和龙龙说话呀，他就站在那里呢。几人皱眉，齐刷刷朝裴荣景身后望去，那里除了宫女什么都没有。昭昭啊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那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裴荣景也是一脸担心地望着他。太后心急地抬起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就出现癔症了？昭昭瞳孔微微放大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龙龙啊，好大好大一只龙猫！弟弟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什么大龙猫？龙猫又是什么物种？长得像龙的猫？昭昭，这是不是中邪了？林御医，快来给小郡主看看。林御医哪里敢怠慢，连滚带爬的过来。小郡主啊，你除了看到大龙猫以外，可有看到其他恐怖的东西？没有。爹爹他们怎么回事？龙龙那么大的身体摆在那里，他们竟然看不见。龙龙灵活地挪了过来，期间挨到了裴景帝，也从他的身体中何处穿了过去。龙龙，他们怎么看不见你呢？龙龙也不知道哎，不过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你是不是中邪了，见到了脏东西，还准备请国师进宫给你驱邪。海公公，你立刻拿着朕的令牌出宫去寻找国师前来。海公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连忙接过令牌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，昭昭真的没有中邪，不需要找国师，你快回来，回来呀！昭昭无语了。裴荣景在他身旁坐下，眼看着就要坐在龙龙身上，昭昭立马挡住他。爹爹，龙龙坐在这里呢，你不能坐他身上哦。裴荣景脸都黑了，这该死的邪祟竟然还敢靠近昭昭。他不动声色地猛地击出一掌，直接打在了空气上。你确定？感觉有点傻。不许你这么说我爹爹。这脏东西竟然还说我坏话，欺负我听不见是吧？昭昭，快到爹爹身边来。昭昭叹了口气，朝裴荣景张开了双臂。爹爹，龙龙不是坏人哦，他不会伤害昭昭的。
太后在心理作用下，竟然感觉到四周凉飕飕的。昭昭啊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皇祖母不怕哦，龙龙说你天天为菩萨诵经，有菩萨保佑，脏东西不敢靠近你的。不过龙龙说皇祖母最好少吃臭豆腐哦，不然还会拉臭便便的。这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竟然知道我偷吃臭豆腐，每次都是让暗卫偷偷买了交给我，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吃的，就连贴身宫女都不知道啊。还有黄伯伯，龙龙说你别吃辣子啦，吃再多你也生不出女儿的，而且辣子吃多了会便秘哦，万一下次你再拉不出来，就得要人帮你掏了。你之所以生不出女儿，是因为你上辈子生不出儿子，向菩萨许愿这辈子只要儿子的。裴景帝脸都绿了。那个叫龙龙的究竟是什么邪罪啊？竟然连这么隐秘的事情都知道！不行，除了，必须除了，邪祟不能留。昭昭亮晶晶的大眼睛咕噜噜落在了裴荣景身上。爹爹啊，龙龙说爹爹你……后者赶忙捂住了他的嘴。闭嘴，爹爹不想知道。谁知道裴景帝不干了。哎呀，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能这么捂着我们昭昭的嘴巴呢？还不快把我们昭昭放开，万一捂出个好歹儿，可怎么办呢？皇兄放心，臣弟自有分寸。想知道我的秘密，做梦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本国师的腿都要断了。哎呦，我的国师大人呐，事态紧急，您就跟着老奴跑快点吧。海公公半拖半拽地将国师从殿外拽了进来。什么事态紧急啊？本国师早就给皇帝算过了，未来3年他都相安无事。咱家可没有说是皇上的事儿啊。国师一愣，刚想问那是谁呀，目光倏地落在了大殿中央的昭昭身上。昭昭也瞧见了他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又是这个糟老头，坏得很。裴景帝连忙走了上来。昭昭今日总是说胡话，白日里还睡不醒，朕有些担心他中邪了，这才不得已请国师进宫一趟。中邪？国师的眼睛微微一眯，仔细地打量了昭昭一眼。那贱兮兮的小模样，哪里像中邪了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就把我大半夜叫进宫来？本国师瞧他好得很。那国师大人的意思是昭昭并未中邪，那他胡说八道的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国师啊，你确定没在昭昭身边看见什么东西？比如大龙猫？国师闻言愣了愣，目光仔细地打量了眼昭昭，微微皱眉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小东西身上干干净净，一点邪气煞气都没有，能有什么东西？本国师并未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。连龙龙都看不见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国师呢。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说话呢？什么东西本国师看不见呢？就是龙龙啊，他就站在这里呢，你还说你看不见？昭昭看啊，你就是没本事。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太记仇了？就因为当初我说了他娘亲几句坏话，就记仇到现在了？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，你真是气死本国师了。裴景帝和太后等人面面相觑，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国师吗？稳如泰山，仙风道骨呢？来，你个老不孝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竟然偷看花本子，哼，还是2大美男出月图，边看还边啧啧咂舌，说人家姿势不对呢。昭昭冲国师略完，忽然好奇地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什么是姿势不对啊？龙龙说他也不知道。裴荣景的脸瞬间黑了，一把捂住了昭昭的嘴巴。他闺女怎么总是口出狂言？裴景帝和太后等人彻底石化了。他们刚才听见了什么？国师竟然偷看美男出浴图？娘爷，这也太幻灭了！国师在众人心目中高大上的形象瞬间崩塌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本国师才没有。然而他欲盖弥彰的话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这个小东西是怎么知道我偷看画本子的事情啊？还是美男出浴图，就算看了又怎么样？单纯的欣赏下怎么了？昭昭才没有胡说八道，想要反驳，奈何他爹是铁了心不想放开他了。昭昭只能委屈的眨眼睛，控诉的望着裴荣景。爹爹居然向着国师，不爱昭昭了吗？裴荣景对上他的眼神一阵头疼。这小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
最终还是太后笑眯眯地打破了僵局。那个，既然昭昭不是中邪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说完还不忘偷看了眼国师，心里早就笑疯了。本来他偷吃臭豆腐的事情被昭昭说了出来，他还觉得老脸没处搁了。现在听到国师的秘密后，他心里彻底平衡了。谁的秘密有国师的炸裂呀？国师大人该不会是好南风吧？看来还是让那几个孙子以后千万别往国师府跑了，要不然哪天被国师给占了便宜，他们连说理儿的地方都没有啊！国师被太后的目光看得十分不自在，心中不免有些不悦。这老太婆一直盯着本国师干什么？难不成看上本国师了？想当初本国师也是一枚俊美飘逸的美男子，可惜呀，本国师最新修炼，可没时间管这些小情小爱。昭昭趁着裴荣景不注意，立马扒拉下他的手。我的个娘亲呀，这国师也太自恋了，王祖母才瞧不上他呢。昭昭的话音刚落，大殿中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。太后老脸一红，瞳孔地震地瞧着国师。那个国师，哀家绝对对你没有非分之想，还请国师莫要在心中诽谤哀家呀。裴景帝也吓得不轻。国师气炸了，真的气炸了。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昭昭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这小东西不对劲儿啊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心中在想什么呢？他目光一转，倏地落在了他脖子上的玉佩上，忽然目光一震，下意识向昭昭冲去。裴荣景条件反射地挡住他。国师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国师没时间搭理裴荣景，目光死死盯着那块玉佩。本国师给你的玉佩怎么裂了？玉佩！昭昭下意识朝脖子望去，果然看见裸露在外面的玉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。啊！娘亲留给我的玉佩！昭昭惊呼一声，一把握住了玉佩，结果他的手刚碰到玉佩就碎了。玉佩！娘亲给昭昭的玉佩碎了！